曾经被一部纪录片震撼过，徒手攀岩。里面主要讲的是美国攀岩大师艾利克斯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，一个人徒手攀登914米高的酋长岩。如果你对这个高度没有概念，我这么说你就会明白，世界第一高楼迪拜的哈利法塔是828米，比酋长岩还低一些。而且徒手攀岩是在没有辅助、没有保护的情况下进行的，也被称为10大极限运动之首。攀岩的难度和危险系数之大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画面。即使是全世界最顶尖的职业攀岩运动员，也声称这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因为一旦失误就会粉身碎骨。但最终艾利克斯成为徒手攀岩酋长岩的第一人。为了这一刻，他足足艰苦训练了8年之久。这个举世闻名的壮举理应值得好好庆祝一番。可是当记者问他，你已经是世界第一人了，那你下午怎么安排？艾利克斯很平静地说，我要回去继续引体向上。以前我们总以为成为领导、富人或者高手以后就自由了，就可以随心所欲了。看了这部纪录片之后，我才明白，原来翻过山的另一边还是山。就像罗振宇曾说，一个高手之所以是高手，不是因为他在享受更多的自由，而是他看到了更多的限制。成为高手的过程不是一个更放纵自己的过程，而是一个不断受到约束的过程。知乎上有个热门问题，什么能力很重要，但大多数人没有？诸多高赞回答中都提到了一个词，自律。很多人都有个误区，认为只有财务自由和时间自由了，才能活得更自律。但实际正相反，那些优秀的人只是因为更自律，才拥有了更多选择的权利。想要获得真正的自由，就需要把自律做到极致，做到更高层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自律的4层境界，小伙伴们也可以对号入座，看看自己在哪一层。第一层，间歇性自虐，习惯性放纵。绝大部分人的状态是间歇性自律，习惯性放纵，3天打鱼2天晒网。有个朋友非常喜欢给自己定计划，立 flag， 比如每月看3本书，每天跑步5公里，每周写1篇3000字文章，但最终都没有实现。为了凸显他认真的态度，他还会专门请我们喝下午茶，让我们成为他的监督员。然而每次都是在朋友圈打几天卡之后就销声匿迹了，这似乎是很多人的常态。高呼这个月要减10斤，朋友圈晒了几天减脂餐之后就不了了之。想学习新技能就买书报课，但真正看完和听完的却屈指可数。想早睡早起，坚持几天后却还是熬夜成瘾，贪睡赖床，拼命1-2天放纵1个月，这不是自律，而是自虐。几天的坚持换几个月的放纵，不仅没法形成自律的模式，还会有挫败感，反复执行，反复失败，只会影响自己的下一次启动模式。除了自我吹嘘和感动，对改变人生并没有什么好处。如果长期这样，只会让你越来越颓废，越来越没有自信。自律不是靠目标多宏伟，也不是靠打卡照片多精致，而是靠势必实现的决心和永不放弃的意志。第2层，过度依赖他律，没有内在秩序。自律的第2层境界是过度依赖他律，没有自己的内在秩序。简单来讲就是自觉性不够，需要别人帮忙监督才能勉强实现目标。这种需要他人的督促才能暂时自律的现象也极为普遍。与之相反的是另一种人，当他们看到别人高度自律时，就开始模仿别人的模式，最后仍没有养成自律，因为他们只看到别人自律以后的结果，而没有看到自律背后的努力。你看到一个人外在行为有序的表现，其实是他内在心灵有序的一个结果。很多人依靠激情和压制欲望来进行自我管理，殊不知这更容易消耗掉意志力，坚持不了几天便会放弃。比如有的人能够坚持每天早起锻炼，风雨无阻，而有的人却断断续续，时间长了身体并没有变好，体重也没有减下来，干脆就放弃了。那是因为坚持锻炼的人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，清楚自己想要的结果，并细化到每天的行动里。模仿的人只看到他人外在的自律行为，而忽略了他们有序的内心。有序的内心和极度的渴望才是自律的原动力。
第3层，能够自我约束，有强烈的目标感。自律的第3层境界是能主动约束自己的行为，克制自己的欲望，有强烈的目标感，并付诸行动。一旦有了强烈的目标感，就可以倒逼自己在行为和欲望上保持理性。阻挡我们自律往往有太多因素，这些因素可不会因为你有目标就凭空消失。外在的因素，比如想要减肥的你，眼前总出现炸鸡蛋糕冰淇淋；想要看书的你，手机总是弹出各种提醒和消息。内在的因素，比如懒惰、拖延、欲望等等。如果你已经达到了第3层境界，你就可以免疫这些外在和内在的影响。虽说不是随心所欲，至少也可以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没有长远的目标，不能做到延迟满足，是很多人的通病，而这也正是优秀的人与普通人的很大不同点。李开复曾说，千万不要放纵自己，给自己找借口，对自己严格一点，时间长了，自律便成为一种习惯，一种生活方式，你的人生和智慧也因此变得更加完美。第4层，无需自律，是自律的最高层次。有一句话说，一个人是否自律，看他自由独处的时候就知道了。真正自律的人不会把自律的日子当作苦行僧的日常，而是融入生活里的好习惯。他们不会在任何一件小事上放纵自己，那些我们觉得很难完成的事情，不过是人家的日常。有个全职妈妈，每天打扮得光鲜亮丽，每天都化了精致的妆，得体的衣着，再加上多年不走样的完美身材，不管怎么看都不像全职妈妈。我问她，这么多年来你是如何做到的？她说，这又不难，只是每天比家人早起1个小时，练瑜伽、化妆，过得精致点。原来真正的自律，就是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，日复一日，默默地坚持做好每一件小事。苹果 CEO 库克凌晨4点半就开始发邮件，之后就去健身房。奥巴马每周至少锻炼6次，每次大约45分钟，只有周日才休息。Facebook 创始人扎克伯格2016年坚持每天跑步1英里，每个月读2本书，并坚持学中文。他们不是因为成功以后才开始自律，而是因为自律了，才取得了如此高的成就。如果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能够做到高度自律，那是因为自律已经刻入他们的骨子里，成为了最基本的日常。真正自律的人无需自律，因为他们时时刻刻都活在既定的良好的节奏里。无需自律就是自律的最高层次。愿你我都能够不受环境影响，也不被他人左右，遵从自己的内心，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，让自律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好吧，接下来呢？你打算干什么？悬挂板训练吧。你要去训练？一般人今天下午肯定就休息了。